嗨，大家，你现在收看的是 Olivia OO， 我是 Olivia OO。今天这集要跟大家分享我把这个娃娃做成娃娃包包的过程。在把它的填充物拿出来之后，我丢进洗衣机，用冷水洗净之后晾干。这个娃娃在手臂跟背后各有一个缺口，只要把它反翻过来之后，把应该要缝合的那两个边捏起来，再重新给它一个缝线就好了。在平放的状态下，我测量了这个娃娃的长宽高，也就是等一下要做内袋的大小，以及可以使用的拉链的长度。等一下我们要在它的脚跟脖子的地方安插背带，所以需要开一个缺口。手和脚的部分，我先放回了它的填充物，打算等一下要再另外做一个可以把它挡住的挡板，让它的棉花不会到处乱跑。这个步骤可有可无，但如果要做的话，重点就是等一下要留给背带的这一个缺口，要记得留下来。接下来把背带安插到刚刚留的缺口。我怕它会滑掉，因为还蛮厚的，所以就先用手缝的方式稍微固定。安装拉链的时候，把拉链的正面面向布料的正面对正面缝合在这个边上。还有刚刚用手缝稍微固定的这个背带，也可以在这时候缝合在一起。再来把拉链的另外一端用同样的方法，正面对正面缝合在它的背面的边上。缝好之后长这个样子。再来我们要做里面的内袋，我用的是在二手店找到的枕头布，在拉链这个长度不变的状况下，另外两个边加总在一起，而宽度的部分乘以2，剪裁出这样子的矩形，然后我们要在边上缝合。总之，这个内袋的做法有点像是很迷你的托特包的做法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我记得之前有做过一集关于购物袋、托特包的类似的东西，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它的剪裁。在底座这个部分和高这一个缺口结合在一起之后，就会有一个非常小的内袋了。我故意在内袋对齐拉链这一个边的长度多加5公分，为的是如果放东西进去的话，它会不容易掉出来，它会因为这个角度卡住。总之，把它缝合在一起之后，就可以把它正面对上拉链的背面缝合在一起。
重复同样的步骤，另外一边也是这样子跟拉链缝合在一起。如果毛料被缝线吃进去了，你就用拆线棒把它拉出来就好了。我做到这里的时候才发现，如果当初我在内袋的底部留缺口的话，这个步骤似乎会比较容易一些，也就是用三明治的缝法，一口气把毛料拉链跟内袋全部缝合在一起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也达成了我想要的这个效果，只是过程中可能会有比较困难一些。所以接下来就只剩下背带跟这个娃娃脖子做结合跟缝合的步骤。背带的部分我没有做可以调整长度的功能，有点可惜。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也还是可以去自己摸索这方面的做法。不管怎么样，就确保这个背带的面是你想要的正面，对上毛料的正面。把原本的填充物塞回去之后，我用手缝的方式把这个非常大的缺口缝合在一起。我觉得这里比较好的做法应该是利用刚刚内袋的底部的缺口来做，然后把它全部反翻过来之后缝合完再来收内袋的底部的边，就比较方便操作，供大家参考。希望这次大家也学到很多可以避免同样的问题的做法。那么这个娃娃就做好咯，来看成果吧。今天这一集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非常喜欢阅读大家的留言，也谢谢跟我在留言区互动的朋友们。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